嘿，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怎么说呢？简直就是个行走的麻烦制造机，一个不折不扣的得了坑蒙拐骗奥运会金牌的顶级混球。好，那再想象一下，就这么个烂人，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狗屎运，最后居然被人给吹捧成了，差不多是个圣人。听着是不是像个黑色喜剧电影的剧本？但我要是告诉你，这种事儿它就发生过呢？各位坐稳了，今天我就来扒一扒这个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一个超级大忽悠，连一只脚都踏进棺材了，还在那儿玩他那套终极骗局。而且我跟你们讲，这可不是什么老掉牙的民间传说，这事儿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面照妖镜。这故事啊，得从一个大老板说起，叫他麦克斯·索恩吧，就那种西装笔挺，私人飞机代步，手机恨不得长在手上那种人。麦克斯呢，正打算把生意扩展到海外，去一个这么说吧，一个在监管上非常有弹性的新兴市场。他在那儿有不少钱，都投在了一些非常棘手的合作伙伴手里。你想想，大概就是黑道大哥跟金融诈骗犯的混合体。这帮人出了名的赖账不还，所以麦克斯急需一个特殊人才去帮他把钱要回来，一个干起脏活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主。麦克斯抓破头皮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在他纽约办公室里偶尔会像幽灵一样飘过的家伙。咱们给他起个名叫查德·小强·帕尔默。对，小强，听着挺无害的吧？大错特错，这位小强兄啊，各位，那简直是个缺德界的艺术品。明面上他是个公证员，但他真正的本事是啥？伪造文件、P 图，他能分分钟给你 P 出一份假合同，或者编一个感人肺腑的假道歉视频，速度比你说打官司还快。跟他说真话，他浑身难受。在法庭上撒谎做伪证，那是他周二的日常。他不光会骗，他还特别擅长煽风点火，最爱看朋友反目、家庭内讧、公司互撕，场面越失控，他越开心。你要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掉谁，或者在网上把对手搞臭，找小强准没错。他二话不说，搞不好还乐在其中，免费赠送一条龙服务。他整天在网上喷粪，把所有正经事儿都黑出翔，然后一头扎进那些乌烟瘴气的小酒吧，用灌了铅的骰子，放现在估计就是开挂打网游，搞点电信诈骗什么的，骗吃骗喝，贪吃好色，简直是个行走的人事部噩梦。说真的，要是有个坏蛋奥运会，小强绝对能拿金牌拿到手软。但是呢，麦克斯以前也没少利用小强这独门绝技，也替他摆平过不少麻烦，所以这不就是最佳人选吗？麦克斯给小强打了个电话，小强啊，兄弟给你安排了个美差，我在东欧国家维瑞迪亚那边有几个硬骨头客户，欠了我一大笔钱，这事儿除了你，我谁都不放心。去，把钱给我弄回来，好处少不了你的。小强呢，当时正穷得叮当响，金主爸爸又要出远门，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于是小强就去了维瑞迪亚，然后奇葩的事儿就来了，他居然开始客客气气的收账，行为举止跟个模范公民似的，就好像把他那身臭名昭著的本事都攒着，准备来个压轴大戏。他当时借住在两个当地的生意人家里，是麦克斯的关系网，叫他们伊万诺夫兄弟吧。这俩兄弟对他挺客气，估计也是有点怵他。然后呢，小强病了，病得还不轻，就是那种医生看完直摇头，让你赶紧上网查临终关怀医院那种。这下伊万诺夫兄弟可慌了神了，他们在隔壁房间嘀嘀咕咕，小强呢，虽然快挂了，但耳朵尖着呢，全给听见了。这老哥可咋整啊？现在把他撵出去，咱们也太不是人了。可这家伙，他可是个臭名远扬的混球啊，他哪会正经忏悔什么的？要是不走正规宗教流程，就这么死了，当地那些本来就看我们这些搞金融创新的不顺眼的人，还不把我们给撕了？他们肯定会说，这帮没人性的老外让人客死他乡，死得不明不白，到时候砸我们公司，甚至搞不好小命都难保。这兄弟俩是彻底没辙了。小强呢，虽然虚弱，但戏精本色不改，把他们叫了进去。我说哥俩，别紧张，我都听见了，别给你们自己添堵。
我这辈子跟老天爷对着干习惯了，临门一脚再来一下也无所谓了。你们就帮我个忙，去把这城里最受人尊敬、最有道行的那位精神导师给我请来，就是那种德高望重、真材实料的大师。剩下的交给我，我保证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这兄弟俩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们就找到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米迦勒神父，全城闻名的有智慧有信仰的长者。米迦勒神父来到小强的床边，一脸慈悲。他问小强：孩子，你上次忏悔是什么时候了？小强呢？他这辈子估计除了想偷东西就没进过教堂，却用尽全身力气叹了口气说：哦，神父，我一般每周都忏悔，有时候还更多呢。但是这次生病整整8天了，都没能忏悔。这病痛折磨得我好苦啊！米迦勒神父一听，肃然起敬。哦，如果你忏悔的这么勤，那简单说几句就可以了。不，神父。小强激动地打断他，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要把我从出生到现在所有能想起来的罪过都原原本本的忏悔，千万别因为我病着就可怜我，我的灵魂可就指望您了。米迦勒神父感动的呀，这得多虔诚啊！他就从最严重的罪开始问：我的孩子，你有没有在男女之事上犯过错？小强长叹一声，那叫一个悲痛欲绝。神父啊，这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说，怕您觉得我骄傲。我到今天还是童子之身啊。神父，米迦勒神父简直惊呆了，这年头还有这种事，真是主的恩赐啊，你是有福的。下一个，潘石。小强，哎呀，神父，太多次了，我每周都禁食3天，只吃面包，喝清水，但是有时候那白开水喝着也觉得太好喝了，尤其是在长时间祷告之后。还有啊，我有时候就特别想吃，就是街上大妈们办的那种最简单的蔬菜沙拉，一时的口腹之患啊。米迦勒神父，孩子啊，这算什么罪啊？人之常情吗？小强，不，神父，任何不是100%为了主而做的事都是罪过。贪婪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小强，神父，您可别因为我住在这些生意人家里就误会我。我到这儿来是想劝他们别再搞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借贷生意了。我过世的父亲给我留了一大笔钱，我大部分都捐给慈善机构了，我自己做点小买卖，赚的钱也都是一半留给自己，一半捐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老天爷保佑，我那些小生意还挺顺利。神父听得眼眶都湿润了，易怒暴躁。小强，哦，神父，我经常生气，但那都是正义的愤怒啊！您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刷手机、追网红，不尊重传统，成天在网上吵架，哪有心思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我好几次都想，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眼不见为净。那暴力、诽谤、偷窃呢？小强一脸惊恐。神父，您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别说去做了，我连想都不敢想啊！我要是看见谁有这种念头，我都会为他的灵魂祈祷的。做生意有没有骗过人？小强，这个嘛，倒是有一次，一个客户多付了我差不多50块钱吧，我当时没注意，钱就扔抽屉里了。过了1个月才发现，我把这50块钱单独放了1年，等他来取，结果他一直没来，我就把这钱捐给楼下流浪猫救助站了。米迦勒神父听到这儿，感动的直点头，品德高尚啊。小强接着又忏悔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大罪，比如有一次他让钟点工周6来打扫卫生，还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别神圣的场合，因为太激动了，没忍住吐了口痰。每次米迦勒神父都想安慰他说这不算什么，但小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罪过罄竹难书。最后就在米迦勒神父准备宣布赦免的时候，小强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叫一个撕心裂肺。神父，我还有一件罪没说，太可怕了，我简直不敢说出口。我觉得我因为这件事永远都得不到宽恕了。米迦勒神父赶紧安慰，孩子，主的仁慈是无限的，快告诉我。小强在各种戏剧性的哽咽和犹豫之后，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哭着喊道，
神父啊，小时候有一次跟我妈顶嘴了。说完，他哭得跟死了亲娘一样。米迦勒神父估计也是哭笑不得，但还得保持严肃。我的孩子，就这个，现在的人天天在网上骂天骂地的，那点小事算什么？凭你这一生的纯洁，这根本不算什么。小强震惊地看着神父，这还小，我那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亲娘啊，我居然敢顶撞她。哦，神父，你要是不替我祈祷，我肯定是没救了。你猜怎么着？米迦勒神父被彻底征服了，他觉得小强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圣洁的人，赦免，必须赦免。小强还特别虔诚地请求死后能葬在米迦勒神父他们那个社区中心的院子里。当天晚些时候，小强在接受了所有临终仪式后就咽气了。那伊万诺夫兄弟呢？之前可是一直隔着墙偷听的，差点没笑岔气。他们赶紧出钱给小强办了个风风光光的葬礼。米迦勒神父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这位圣人小强的生平，他的纯洁，他的慈善，他的节制，尤其是他对自己顶撞母亲那滔天大罪的深刻忏悔。他还对着台下的听众说教：你们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们，手机信号不好都要抱怨半天，这位先生才是真正的道德楷模啊！全城的人都被感动了，大家涌上来争着摸小强的遗体，甚至把他寿衣都撕成碎片当圣物收藏。他就这么风风光光的下葬了。很快奇迹发生了，人们开始对着圣人小强祈祷，生意不顺，拜拜小强；钥匙找不到了，拜拜小强；想让自己的短视频火起来，估计也得拜拜小强。就这样，扎德、小强、帕尔默，一个骨灰级的骗子，一个黑历史比便利店小票还长的人，死了以后居然成了圣人。这到底是证明了精湛演技的力量呢，还是说也许有时候你向谁祈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祈祷时那份心意。又或者这只是一个爆笑的提醒，在这个看脸看人设的时代，就算内里烂透了，只要包装得好，照样能忽悠一大票人。你觉得呢？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盛小强，靠着一张巧嘴混得风生水起呢？这事儿值得咂摸咂摸。